大家好，欢迎回到大雁 Talk 频道。今天就来讨论一个比较辛辣的话题，什么呢？就是前不久有人在我的这个频道的留言区里面讲说，那个中国人去那个马来西亚旅行需要假装就是别的地方的人就说中国大陆的游客需要假装成另外一个人群的华人群体，这样才不会被歧视。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目的讲这句话哈，呃，那么我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哈？嗯，就以我亲身的经历哈，呃，其实马来西亚在我之前我就做了蛮多的攻略，因为所以我对当地的文化也比较有了解。另外一个，其实我很多朋友甚至亲戚也在早年就很多年前也都去过马来西亚。他们对马来西亚的口碑怎么样呢？我先说一下哈，就是我的亲戚朋友他们对马来西亚的印象。嗯，他们去过很多地方特别是东南亚的这个呃新马泰地区都是去过的，因为那时候很多的旅行团嘛，都是把这些打包在一起去玩嘛，所以这些地方他们也都去过。然后呃，就是他们就是旅游，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有些他们有些同学什么也在当地这个做生意什么的，他们给我的印象，反正他们回来以后就说新马泰然后他们回来比较有意愿再去久一点的地方，你猜是哪里？就是马来西亚。那你说啊、你问他，他需要假装别的地区的人吗？我觉得他们根本假装不出来，他们是另外一个地区的人，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相信马来西亚给他们的这个观感是非常好的包括当地的人不需要他去假装任何别的地方的人。这个问题是有点可笑，但是我觉得既然有人这么提，咱们就认真的来回答。然后再说一下我去当地的感觉我先到的地方是槟城，嗯，槟城呢当地人应该说华人还是比较多的特别老一辈的华人蛮多的，对。然后有一次我在这个餐厅里面吃饭，有一个大妈她在那个看地图她干嘛呢？她跟她朋友好像就几个人，就是那个餐厅好像老板也是她朋友他们就坐在那里聊。然后那个大妈呢，是马来西亚人那个肯定是马来西亚人，她不要以为她是游客，她不是，她就在给马来西亚的这些华人朋友推荐出去玩儿，她不是说当地的导游不是，她是要推荐去中国大陆玩儿。然后你看他就会说，哎，这是上海哦，这个北京哦，那是江苏苏州哦，然后那是广东，然后好几个人就在那边抽，他说，哎呀，这广东我也想回去看一下什么的，就是，所以你可想而知啊、就是马来西亚人他们还是很喜欢去中国大陆玩的，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他们就是好感也还可以嘛。我觉得他应该至少对这个旅行还是很有期待的如果他真的是很不喜欢的话，那就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所以我感觉呃，马来西亚的至少我感觉像华人这个群体他大部分其实对中国大陆来的人还是很友好的他们对中国大陆也是有些期待的。就是我是我自己的感觉我不敢替马来西亚人说，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其实还是蛮想去大陆看一下就像我想去马来西亚看一下，到底是类似的，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呃不存在那个网友说的说会歧视中国大陆的人需要你去假装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不需要。然后包括我跟因为要旅行嘛，你经常也会认识很多当地人嘛，特别是像马来西亚的话，他有的还是比较热情的，他愿意跟你聊特别是他知道你来自什么地方然后他会跟你聊他的祖籍是哪里的
特别有一些，我觉得稍微上年纪，也不用拿年纪很大，他们中年人啊，他们有的会跟你聊，他们我们祖先从什么时候哪里的什么什么来的，对他们很熟悉哦，他们对这些东西很了解哦，所以而且不会去忌讳啊，就说我不想讲这个怎么样的，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坦然，我觉得我们来自哪里就是哪里，就是我们就是来自哪里的，我们祖先就是来自哪里，这有什么好回避好那个了？没有的。甚至有一次很有意思的是，我在出租车上面有一个人跟我讲说，我跟他说，哎，我说马来西亚华人，怎么样，怎么挺好了，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跟我讲，你知道吗？那期把我惊到，我觉得这句话可能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他怎么会这么说呢？哦，但是他代表了至少一部分马来西亚华人的就是心态吧，就是你可以理解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不一样。我们不是一般的华人，我们是华侨，就是很激动的感觉，不是那个哈，就是就觉得啊，对，就是一直听到这句话，觉得就是兄弟，就是兄弟的那种感觉，对，就是特别有亲切感。当然我不敢说，马来西亚华人他们都认同这一点，但是可能有一部分的，他们是有更深的认同感，所以我只能说他们这个氛围对于他们的祖籍地吧，我们居然就做祖籍地比较合适啊，是有很强的认同感，对这个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当然，他们对他们的国家也有很强的认同感，这是不违和的，这是合适的。我觉得非常的自洽，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你来自哪里，跟你要去什么地方，这两件事是不矛盾的。没有必要为了说我要走什么，未来我想走什么路，我要去否认我们以前走，这没，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也是不明智的。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人活得很明白，我觉得也非常的棒。然后，我再回到刚才的主题，说，什么需要？我觉得那句话肯定不是马来西亚华人说的话，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这个平台上，有各种各样的华人群体甚至有的不是华人，他会讲那个，对，讲华文而已。但是我相信他可能是某个地区的华人，他要宣泄某种情绪，他就要去说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都在网上说，中国大陆的游客素质怎么差怎么样，所以你必须假装什么什么地方的人，不然你就会被歧视，会被。我觉得歧不歧视跟人有关系，地区你来自哪里其实关系不大，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关系，关系不大，它只是一个概率，就是说来自的这个概率，这点是有的，你知道吗？而且你要知道，其实很多人对中国大陆是不了解的，为什么？中国大陆是很大的，它每个地区的素质、每个地区的文化、每个地区的差别也很大，明白吗？出去的给人的观感其实是完全不同，只是你们很多人很粗略的贴一个标签，这样子贴过去，然后你就把很多很差的东西概括成所有，然后你觉得我很厉害，你看我一下就很明白这帮人就这样，这只是迎合你的快感，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中国大陆它也有很多很高素质的人，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很多高素质的人，比很多你们觉得很高素质的地方的人素质高都是很正常的这个是这个我敢说。但是呢，你说有没有那种低素质人？当然是有的，明白吗？技术这么大，怎么可能没有了？而且我敢说，确实有些地区它这个概率稍微高一点，明白吗？真的是有的，这点也是必须承认的，因为这个是跟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时间的节奏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这样不否认，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你要这么夸张讲然后你会觉得哇，你看网上一大堆，你搜一大堆，然后点击率都是上百万、几十万的，对吧？就是迎合的快感嘛。但是这个影响智商，你知道吧？就是你天天看这个，真的是影响智商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我要做这个频道的道理。就是让人稍微清醒一点。我们做很多东西就要用理性去思考，而不是用情绪去思考不管你来自哪个地方如果你天天看这种东西，那你的智商肯定是不高的，对吧？那你素质肯定本身体现也是不高的。素质有两种，一种是他的行为这种素养，另外一个是你的
意识素养。什么叫意识素养？就是你老想去歧视别人了，您老觉得哎呀这个看不起那个看不起，这其实也是低素质的表现，你明白吗？因为你表现出来就肯定是会有那种傲慢、不文明的那种成分啊，这个也是一种低素质的表现，也也是会让人讨厌的，明白吗？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华人这几年都比较没有，我觉得就是比较棒。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好吝啬夸奖的，是吧？这个在很多华人群体里面，我觉得都算是比较棒的，值得表扬。我不能叫表扬，就是值得称赞的一件事情，是吧？所以，我这件事情也需要解释一下。包括我也可以说，中国大陆的游客去马来西亚，你只要你素质可以，只要你文明、礼貌、畅通无阻，明白吗？畅通无阻，不用担心。好，今天就聊到这里。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的频道。好，谢谢。